央视军媒日前爆出了东风17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实弹发射的画面，也是自打东风17列装以来的首次实弹射击亮相，并被美媒认为是与佩洛西可能访台、解放军武力展示有直接关系。来看详细情况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最近这2天的亚太局势可谓格外热闹，全世界目光的关注点基本都齐聚在这里，关注度之高，甚至都一时间盖过了战火纷飞的俄乌战场。至于原因，只有一个：美国政界3号人物、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开启亚太出访行程，并提前数日释放出要访问台湾的信号，一下子就把关注度给拉升到了很高的高度上。对于佩洛西表态自己要窜访台湾这事儿，我国的态度必然不用多说，肯定是坚决反对的。不过美方的表态倒是模糊不清。美国总统拜登先前表示，军方并不支持佩洛西访台，而后包括美军参联会主席米利上将、亚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上将等军方大佬也竞相出来公开表态，均未明确提及支持佩洛西访台，仅在有需要的时候会做好相应的支持准备。也就是说，这是被动支持而非主动支持，符合拜登此前的军方不支持佩洛西表态言论。而佩洛西办公室日前也发布了佩洛西亚洲出访之旅的日程表，其中仅有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4个国家，并不包含我国台湾省。与此同时，我国央视军媒也恰逢时宜地发布了新一轮军宣视频，迎接建军95周年，并为解放军庆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央视军媒发布的新一期视频中，罕见出现了我国多型号先进导弹公开露面的身影，其中就包括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发射升空的画面被首度公开曝光。作为我军最尖端的高科技兵器之一，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自其在国庆阅兵式上首度亮相，被官军确认列装部队以来，一直保持着非常神秘的姿态，连公开出境的次数都屈指可数，更无谈爆出野战机动发射的画面。故而本次的视频一经爆出，立刻引发了多方关注，尤其是在佩洛西有可能访台这个时间节点，就更是引得外媒的猜测和分析纷至沓来。美国媒体对此事的分析态度集中倾向于一个方面，即这是中国对佩洛西可能访台行为采取的武力回应。众所周知的是，尽管美国军方在主观意愿上可能并不倾向于支持佩洛西访台，但美国军方最终还是听令于美国政客，支不支持和实际怎么做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。出于执行命令和可能的需求，美军参联会主席米利上将仍然表示，如果现实情况是佩洛西真的访台且需要美军支援，那么美军就会制定方案提供支援。这实际上是美国军方会在他们自己认为有必要时掺和进来的表态。所以作为回应，解放军展现自己的实力，来表达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，这也是理所应当。这是军事对军事上的对等回应。美媒也认为，我国央视军媒在这个时候首度公开东风17这种先进高超音速导弹实弹机动发射的画面，这实际上就是来自解放军的实力回应，是展示给美国看的。客观来说，美媒自己这么对号入座，那是心里有鬼，自知佩洛西访台必定会招致解放军的实质性回应动作，所以才会发出了如此这般论调。而现如今的解放军，不论是在实力还是决心上，都完全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恰逢建军95周年之际，进行装备和实力展示，合情合理，也无刻意针对。从之前的美军高层表态，我们也能看出，其实像米利、阿奎利诺这些实权派的美国军方大佬，对于解放军的整体实力，还有美军在亚太军力与解放军的对比情况怎样，那是再清楚不过的。如若不然，以美军的一向大棒子比讲道理好使的蛮横无理态度，是断然不会令拜登说出军方不支持佩洛西访台这种话的。也正是因为知道现如今单纯用亚太的军力和解放军做对比，已经全然不占半点优势，整个1、2岛链上所有的美军大型舰艇、军事基地都已被纳入解放军的打击范围之内。那些头脑清醒、
有军事专业素养，断然不可能不清楚这一点。为了佩洛西一次贸然访台，给中期选举造势的举动，而丢掉苦心经营多年的整个亚太大盘，这对美军来说简直是亏得家底儿都丢光了。同时也再次证明了在必要时刻敢于亮剑，才能更好地捍卫自身的道理。